在當前的國際輿論中，脫鈎新冷戰與關稅壁壘構成了中美關係的主流敘事。我深度分析了25年底各大頂級投行、跨國智庫以及中美兩國政府發布的最新戰略文件。如果剝離掉地緣政治的噪音，我發現事實上，中美在經濟、AI 領域並非簡單的對抗和分裂，可能在未來形成一種更為複雜精密的競合性雙頭壟斷。根據高盛、摩根士坦利以及 IMF 的2026年展望報告，全球經濟正在不可逆地滑向中美兩國共同主導的 AI 資本收割期。雖然時間尚早，表象也很不明顯，但是這種收割並非通過傳統的擴張而實現的，而是基於技術代差和產業鏈的垂直分工。2026年極有可能成為全球財富大轉移的關鍵節點。如果中美雙方真的有意識並願意坐下來談談，那麼美國提供頂層的算力和標準，中國呢提供工程化效率和硬件基座。兩個國家事實上可以形成一個封閉的價值閉環，將歐洲、日本以及新興市場鎖定在利潤鏈條的末端。那麼事情真的會如此發展嗎？如果按照這種路線，中美需要如何妥協才能分蛋糕呢？我們普通人又能在這裡找到什麼機遇呢？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五人。本期內容，我們將依據詳盡的機構數據和戰略報告，拆解這格局後面的經濟學邏輯，並探討在這宏大敘事下，個體投資者與從業者如何尋找到新的獲利機遇。要理解2026年的經濟格局，首先必須要理清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真實生態位。目前的市場觀點往往陷入零和博弈的誤區，實際上兩國在 AI 產業鏈上已經形成了極度深刻的結構性互補。摩根大通在2026年全球科技展望上，將2026年定義為智能體元年，這標誌着 AI 技術從單一的生態式對話，向着能夠自主執行複雜任務的智能體躍遷。在此領域，美國保持着絕對的統治力。從 OpenAI 的 O 系列迭代，到英偉達的最新算力架構，美國牢牢掌握着 AI 的推理層和協議層，這構成了數字經濟的閘口。美國的巨頭們通過雲訂閱服務、API 授權以及算力租賃，向全球徵收高額的技術租金。這種商業模式具有極高的邊際效益，確保了美國的資本市場在26年依然能維持高估值體系。與此同時，彭博社的研究指出，中國的 AI 產業在25年和26年間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徑，就是效率革命和物理落地。以 DeepSeek 阿里通义千問為代表的中國模型，并未在参數規模上與美國進行無效的軍備競賽，而是專注於推理成本的極致壓縮和邊緣的部署。更關鍵的是，中國擁有全球最完善的工業門類，能夠迅速將 AI 算法實體化。這種美國閘口加中國湖泊的格局，對全球其他的經濟體構成了實質的准入壁壘。歐洲和日本面臨着尷尬的雙重排擠，在頂層算法上，他們無法趕超美國的迭代速度；在硬件制造和落地成本上，他們無法匹配中國的成本優勢。因此，2026年的全球 AI 版圖並非是分裂的，而是呈現出一種垂直整合的特徵。美國掌握着數字世界的立法权，中國掌握着物理世界的執行权。这種分工事實上壟斷了 AI 時代的全部超額利潤。技術上的雙寡頭格局必然投射於地緣政治和戰略調整之中。分析中美兩國2026年的戰略部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收縮與擴張的辯證關係。美國呢，正從全球干預到西半球壁壘的過渡。白宮在2025年12月份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依然強調全球領導力，但實質的舉措卻指向了明顯的戰略收縮。報告中隱含的新門羅主義傾向表明，美國呢正將其戰略重心從歐亞大陸邊緣撤回，轉而強化對西半球及其核心盟友體系的控制。這一轉向的經濟動因源於能源和基建的硬約束。高盛的數據顯示，到2026年，僅支撐美國本土 AI 數據中心的電力缺口就高達了幾瓦級。為了維持算力霸權，美國必須集中資源進行本土的電網升級和能源結構調整。這就是所謂的 AI 曼哈頓計劃。這種內向型的戰略客觀上減少了美國在全球非核心地區的投入。相對應的，2026年作為中國“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其核心戰略就在於通過新質生產力解決生產與增長的問題。世界銀行的分析指出，中國的出口結構正在發生質變，即所謂的中國衝擊 2.0。 不同於以往的紡織品或家電， 2.0 的本質核心是數字化基建成套輸出。
中國正利用"一帶一路"的框架，向東南亞、中東及拉美地區輸出包括 5G 網絡、數據核心、智慧城市管理在內的全套 AI 解決方案。雖然這些體系的底層邏輯可能兼容了美國的標準，但其硬件設施、運維標準以及數據接口完全由中國主導。在此背景下，歐亞大陸的地緣格局將呈現兩頭重、中間輕的狀態。美國通過技術標準控制發達國家市場，中国通過基礎設施滲透新興市場。地緣衝突的影響力将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圍繞數據主權和技術標準的靜默戰爭。其實，中美共同收割的假想還是有源可循的，這要去具體的國際收支平衡表與資本流動數據中找尋答案。IMF 關於2026年全球金融穩定的預警報告中，提示了財富向中美兩國回流的雙軌機制。隨着 AI 成為所有行業的基礎設施，由於算力資源的高度集中，全球企業將不得不向美國科技巨頭繳納過路費。這一機制通過納斯達克的上市公司財報體現得淋漓盡致。美國通過控制 H200 等關鍵芯片的出口配額，動態調整這種收益流，確保核心利益始終留在硅谷。而在瑞銀的研究中指出，中國正在利用 AI 重塑傳統製造業，產生巨大的溢價效益。通過黑燈工廠和 AI 供應鏈管理，中國制造的高端工業品在2026年將保持30%以上的成本優勢。這種優勢呢，迫使其他試圖推進工業化的國家，比如印度、越南，陷入困境。如果不採購中國的智能化設備，產品將缺乏競爭力；如果採購，則在技術路線上對中國形成路徑依賴。這種通過貿易順差實現的財富積累，是中國收割全球市場的核心手段。根據各大機構的測算中美兩國將在2026年共同賺取全球 AI 相關經濟增量的70%以上。這是一場典型的雙頭壟斷。其他國家不僅面臨技術斷層，更面臨着資本的持續失血。儘管在公開場合，中美之間的言辭依舊激烈，但在資本和產業的邏輯深處，雙方存在着不可分離的依賴性。這決定了2026年將開始實質性的利益置換。先看看美國的痛點能源瓶頸和應用空心化。摩根大通的能源報告指出，美国的電网老化程度已成為制約 AI 發展的最大灰犀牛，而升級電網所需的特高壓輸電技術、大型变壓器以及儲能電池系統，全球超過60%的優質產能集中在中國。沒有中國的供應鏈配合，美國的算力擴張將面臨着物理的天花板。此外呢，AI 技術需要海量的數據投喂和應用場景迭代，擁有龐大數字原住民群體和豐富的應用場景的中國市场，是美國算法模型不可缺少的訓練場和變現地。中国呢，則受制於高端算力和金融接口。儘管國產的芯片進步神速，但是在2026年的節點上，先進製程芯片的缺口依然存在。為了維持制造業的智能化升級，中國需要獲得美國在高端民用芯片上的出口豁免，同時維持金融市场的流動性和全球資本的參與度，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基於此，我們極有可能在未來某一天見證一種默契的達成：芯片換紅線，美國通過白名單的方式放寬對華民用高端市场出口為籌碼，換取中國在 AI 安全標準、核控 AI 化以及數據跨境流動規則上與美國保持一致。中國通過進一步的開放服務業和金融准入，換取美國對中國新能源及電力設備進入美國基建市場的可控放行。地緣政治上，美國會逐步放鬆亞太的控制，特別是對第一島鏈和台灣地區的影響力。中國的地緣壓力會得到極大的緩解，也能更好地將產品投放到東南亞、南亞市場，帶動國內的產業升級。這本質上是兩大巨頭為了防止第三方破壞既定秩序進行的勢力範圍劃分。這種合作確定的行業標準將極其複雜且昂貴，足以將絕大多數的中小國家競爭者擋在門外。在宏大的 G2 趨勢之下呢，其實普通的投資者和從業者也是很有機會的，都會在巨頭看不見的縫隙中，通過信息差和成本差創造暴利機會。既然中美分別佔據了軟硬件的制高點，那麼2026年最具價值的商業模式便是橋接。接下來以我的理解来解釋一下。首先呢是路徑，利用美國的開源頂尖推理模型，結合中國极具成本優勢的智能硬件，為特定的垂直行業提供解決方案。針對老齡化嚴重的東亞和歐洲市場，開發基於 AI 視覺分析的低成本居家養老系統，或者針對南美的農業，開發自動化的無人機巡檢和噴灑方案。這種美國魂加中國身的套利方式，是未來5年的黃金賽道。在投資的維度上，採取跟隨 G2 格局的配置策略，一端配置具有壟斷定價權的美國科技巨頭，
另一端配置中國先進的制造業和出海龍头。這種配置邏輯本質上是買入全球雙頭壟斷的股權。無論地緣政治如何波動，只要 G2 收割全球的邏輯不變，這一組合便有極具的風險收益比。綜上所述，2026年並非是混亂秩序的開張，而是新秩序的確立之年。美國通過戰略收縮和技術封鎖，重塑了數字世界的等級制度。中國呢，通過產能溢出和基建輸出，重構了物理世界的供應鏈條。兩者在摩擦中咬合，在博弈中共生，共同驅動着這台名為全球經濟的收割機器。對於身處其中的我們而言，最大的風險不在於外部環境的巨變，而在於認知維度的滯後。當世界已經切換到雙核驅動的模式時，若還停留在单极霸權或全面脫鈎的舊敘事中，必將被時代拋棄。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我是武仁。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訂閱。如果你對 G2 模式有自己的見解，歡迎留言討論。我們下期再見。